那接下来咱们要说一说属猴的。属猴的在2025年这个来说呢，它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属猴的人这个是刑太岁。那刑太岁意味着这一年里边属猴的人可能会遇到较多的波动和挑战。那特别呢是在情绪事业、人际关系以及健康等方面。那刑太岁的影响带来不稳定性，那是属猴的人呢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时需要更加谨慎的应对，以避免过多的麻烦。不过呢，尽管刑太岁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属猴的人能够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以及吉星的帮助，那在2025年依然会找到一些机会，实现个人的成长和突破。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财运方面。财运方面呢，因为受这个刑太岁的影响，它会出现一些波动。虽然属猴的人聪明才智方面具有很强的这方面的优势，但是呢，刑太岁它毕竟是犯太岁，所以说呢，在25年这年份里边，财务管理和投资决策上需要格外的谨慎，因为有吉星、天德星和福德星在财运上这个方面呢，会为属猴的人提供一些支持，特别是财务合作、投机的这个方面的这方面的这种投资可能会遇到一些贵人，帮助他们能够稳步推进财务计划。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还有凶星、劫煞星和天恶星，也会带来突如其来的财务的压力或意外的开销。所以说呢，在这一年一定要警惕高风险的投资潜在的这种损失，因为刑太岁它会导致这个猴属相的面对金钱问题时容易情绪波动，影响财务决策的这个理性。因此呢，建议属猴人在这一年尽量的避免冲动性的消费和盲目的投资，保持稳健的财务策略，这是最明智的选择。那可以利用吉利的月份抓住一些稳定的财务增长机会，尤其是在投资和储蓄方面做出长期的规划，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财务的波动。那同时呢，在管理个人财务时，要留意家中突发的紧急开支避免因这个资金周转不灵而导致不必要的这方面的压力。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现在正给大家解析2025年12生肖的运势帮助您呢这个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有问题，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那在财运方面属猴的人他的这个吉利的月份有哪些呢？首先呢，我们是按阴历来说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历的2月份、5月份、9月份这几个月份这个吉星、天德星和福德星的作用，它相对来说比较明显，所以在财务的决策上能够获得更多贵人的帮助，特别是在涉及长期投资和合作项目时有望通过这些机遇实现财务增长。此时呢，适合长期的这种财务规划和这种资产的管理，以确保财富的稳步的积累。那凶险的这个月份有这个农历的4月份、7月份和11月份。那这些月份凶星、劫煞星的这个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会导致一些意外的财务的损失或者支出，特别是在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中比如说这个股票投资、基金投资甚至一些现在的这个数字货币，我们务必要保持警惕，避免过于乐观决策。所以说呢，我建议这个在这个不好的月份呢，应采取保守的财务策略
确保资金的流动性并留有应对突发状况的这种备用金出来。那讲到这儿呢，这个你看到这知识点要来了哈，大家要注意听，好几个网友都提到了刑太岁到底是什么，它跟这个太岁有啥关系和区别？那受刑太岁的影响还有哪些属相？实际上我们所说的犯太岁，犯太岁它就是这个12地支，也就是说12个属相和当年的这个属相，它是否发生了这种刑冲克害的关系？如果有着刑冲克害的关系，那就是犯太岁。你比如说，2025年是乙巳蛇年，蛇年和蛇相冲的是猪，属猪的也是犯太岁。等一会儿我们详细的要讲这个属猪的。属蛇的本身它是值太岁，也是犯太岁最厉害的。其次就是冲太岁，这个属猪的也是最厉害的。还有这个刑太岁的虎，因为地支里边寅巳相刑，所以属虎的在25年也是犯太岁。还有一个属龙的属龙的也犯太岁。还有现在我们正在讲的这个属猴的也是犯太岁那所以说这几个属相我们这个都是在25年是犯太岁的。犯太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太岁60年为花甲60我们通常所说的60花甲，60花甲就是这个60年为一大轮回。那么这个每一年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里边都会请一个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大将军来当太岁星君，就是他是最大的领导他能掌管这一年的天下的大事。那现在的这个甲辰年2024年太岁星君叫李成大将军。那到了25年就这个过了立春就是吴绥大将军来掌管天下大事。那他就是领导，所以我们要给领导搞好关系，这样呢你就不会受到穿小鞋。所以为什么犯太岁的这个年份呢和轻的就是犯小人破财严重的就会有血光之灾、手术之灾伤灾一类的，再严重的那好多都挂了的。所以说这个有句话叫太岁当头坐，无喜空有祸这个不要小看这个犯太岁的这个事儿这个是咱中国传统文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有的你不知道觉得好像这个可能前2年倒霉没有究其原因。那究其原因，这个10有8九都是犯太岁。那有的年份特别的顺，它就这个不是犯太岁的这种情况后面我们会详细的下期呢着重的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什么是犯太岁哪些属相12属相在犯太岁的年份里边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比如说我们需要这个财运不好了，去补财库，找道家的这个道长师傅去补财库，还阴债如果有这个堕胎的这个情况，堕胎婴灵是必须要超度的。还有的呢是童子命，那你童子命这个就会遇见各式各样的这种很不顺的问题，有的身体弱有的这个总是结不了婚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好，这个回头呢我们
这个再详细的给大家这个讲解。那我们说一说这个事业方面吧。2025年在事业方面，它会面临这个很多的挑战，因为犯太岁的影响容易让这个属猴的人工作中遇到阻力，尤其是团队合作或者是上级沟通时，可能会因为意见不合或者是沟通不畅产生的矛盾。因为有吉星、禄勋星和天德星的加持它会给他提供一些的支持，所以在工作中呢依然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就，特别呢是在创新项目或者是解决复杂问题时，那属猴的人他会展现出他自己出色的这个能力。天德吉星的出现在职场中会带来贵人运。属猴的人呢，面临着复杂的任务的时候呢，可以借助贵人的帮助来化解难题。但是呢，还有这个凶星指背煞和天恶煞，这个呢就会让属猴的人感受到职场上的这种孤立感，尤其是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容易缺乏团队支持而感到压力过大。所以说呢，在2025年需要特别的注重职场中的人际关系尽量的避免因为这个情绪波动或者是沟通不当而影响工作这方面的表现。所以呢，在这一年里边呢尽量的要保持冷静和耐心尤其是在处理和同事、上级、合作伙伴的关系时呢，避免因一时的情绪失控而引发职场的冲突。同时呢，这个犯太岁也可能会让属猴的人在职场中感到不安和动荡。所以建议遇到不确定的这个时候的时候要保持理性，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策略，以应对突如其来的这方面的变化。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几个月份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农历的3月、6月、10月这3个月份因为有吉星的这种照拂，所以会迎来比较吉利的时机吉星、天德星和这个禄勋星的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所以说呢，在过程当中呢，能够展现出色的能力，特别是在涉及创新项目和这个跨部门的合作时，属猴的人呢会有机会通过自身的这种努力获得上司和同事的认可。所以说这段时间比较适合积极的争取晋升的机会，或在工作当中呢承担更多的责任，来推动事业向前发展。这是好的月份。那还有这个不好的这个月份农历的4月、8月、11月这3个月份，因为有凶星指背煞和天恶煞这种影响，它会这个对于这个职场表现，它会产生这种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团队合作或者是沟通上容易出现矛盾或者是误解。所以说呢，在这个不好的月份呢，这个一定要保持冷静与耐心，避免因情绪波动影响整体的工作进展。同时呢，这个要加强与同事和上司的沟通，以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这里是正在直播2025年12生肖的运势。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事业、财运、健康、感情、风水，这个都可以问我们加入我们的这个交流群我会及时的这个查看，并且免费给大家解答问题。好，谢谢，我们继续那
说完了这个职场，那再说说感情方面。感情方面呢，它的这个运势啊，会是一个较为波动的这个年份，因为亥太岁的影响啊，这个在感情生活中呢，容易受到情绪不稳，尤其是在面对伴侣或者家人时，啊，可能会因为生活的工作压力而导致情绪波动较大，啊，所以啊，就是这个有这方面的因素啊，要小心一点。但是还是有吉星的这种照拂的，比如说红鸾星和天启星，啊，将为这个感情生活也会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啊，特别是单身的这个属猴的人，那在这一年，啊，他会通过社交活动或者是朋友介绍遇到合适的对象。那已婚或者是已有伴侣的人，在2025年感情生活是较为复杂的。那由于太岁的影响，可能因为工作或者生活中的琐事儿，啊，会与伴侣发生这种争执，特别是在情绪控制不佳的时候，容易引发感情的矛盾。所以呢，我建议啊，在这一年里边呢，多关注伴侣的情感需求，避免因一时的情绪波动而影响这个感情关系的稳定。那这是这个吉星方面，那还有凶星、孤辰星和天狗星。这个呢，它会在感情上啊，会让你感受到孤独感和不安，尤其是在沟通不畅或者生活节奏较快的情况下，那属猴的人容易忽视伴侣的这个情感需求，导致感情出现裂痕。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特别的注重与伴侣之间的这个沟通，啊，要控制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以避免这个情绪化，这个带来这种不必要的感情关系的恶化。那吉利的月份有农历的2月、4月和8月，那这些月份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吉星、红鸾星和天喜星的作用。啊，它这2颗吉星啊照拂下呢，在这些月份容易遇到理想的伴侣，特别呢是在社交活动中，那通过朋友的介绍会认识到自己心仪的对象。啊，这个单身的朋友可以，在这个吉利的月份，你多参与一些这个就是社交活动啊，朋友们的聚会呀。啊，对于已婚有伴侣的属猴的人来说，那这几个月这个感情生活是比较和谐的，啊，适合共同规划未来，增进感情。那如果您就是还单身啊，这个想找到，就是急于找到这个伴侣的话，也可以啊找我们这些道长啊，在这个道观里边为您做一做这个婚姻和合的法事。比如说您喜欢一个女士，但是好像她对您不怎么感冒，你特别的喜欢她，或者你想催催桃花啊，都可以啊，我们给您做一做这个旺桃花的法事，或者是婚姻和合的法事，让您的婚姻可以早点啊能够这个找到自己终身的伴侣啊。那这个感情上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月份比较好之外，它还有几个月份是不太好的，因为它有凶星、天狗星和孤辰星的影响。哪几个月份呢？农历的7月、9月和11月，它这个星啊，凶星出现的时候，就容易啊，对这个感情生活中造成这种情绪的波动，或者生活压力与伴侣发生这种争执。特别呢是在沟通不畅的时候，啊，容易出现裂痕。啊，建议这个在这些不好的月份里边，啊，这个好好的关注伴侣的这个情感需求。
保持良好的沟通，以避免不必要的这种矛盾的出现。好，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三亮道人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呢？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稍后呢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健康方面的这个情感方面的问题，我们再讲讲健康方面。健康方面呢，它会受犯太岁的影响，啊，这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呢，属猴的人平时的这个体质较强，但在这个犯太岁的年份里边，身体健康方面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特别是在情绪波动的大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一些健康的问题。啊，这个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啊，高血压、糖尿病这一类的问题。啊，这个所以说，一个是要适当的运动，但不是那种剧烈的那种运动。剧烈的运动，上气不接下气的，我们称为是无氧运动。啊，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实际上，都是要大家提倡那种有氧运动。所谓的有氧运动呢，就是你在比如说漫步的时候，啊，尤其是晚饭漫步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微微的发汗，这个发热，哎，它不至于大口的喘气，也起到了运动的作用，这是最好的运动。啊，当然这个冬天呢，太冷的时候呢，我们尽量还是要减少这个特别寒冷的地区的户外运动。啊，这个可以在室内，也可以这个转转圈啊，漫漫步啊，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有氧的运动。有氧的运动实际上也很多，啊，你比如说游泳啊，这个这个深蹲起啊，这个散步啊，都是可以的。那也有这个吉星的照耀，啊，健康问题这方面呢，因为有吉星天德星，啊，这种照拂，啊，在健康方面呢，也会提供一定的保护，啊，所以说遇到身体不适的时候呢，及时调整和恢复就可以。那还是因为这个凶星、天恶星和劫煞星，它对健康造成一些隐患，特别是意外伤害和慢性疾病的风险会增加。所以在2025年特别要注重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这种习惯，啊，避免过度劳累和情绪的压力。所以我建议啊，在这一年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啊，尽量的少吃一些油腻的东西、辛辣的食物，啊，特别辣呀，就这种特别油腻的食物尽量少吃。啊，像实际上这个在大陆啊，这种喜欢吃这个大油大腻的东西呢是比较多的。但是你看我去这个日本啊、韩国呀，哎，包括一些欧洲的一些国家，像那个法国、德国，我去他们那儿，他们吃这个油腻的东西反而真的很少。啊，有的经常他们会吃一些这个生菜呀，包括你像日本呢吃这生鱼片啊，哎，这种习惯还是比较好的，啊，再配合一些适度的这种锻炼，保持身体的活力和健康，啊，这是这种有规律的这种饮食和运动的习惯，对身体是最好的。啊，这个爬山这个运动啊，实际上它属于是无氧运动，啊，对这个膝盖关节损害的磨损的会比较厉害，所以像这个运动啊，你像比如说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足球啊这些大运动量的，尤其是中年人以上的，中年人以上的这些朋友，尽量的减少这方面的运动。那还有一些这个外出旅游或者是冒险活动时候，一定要特别的要注意，一个注意到安全，还有一个交通安全，这个以防意外的事故的发生。因为像
2025年属猴的这个属相呢，尽量的不要往你所在的东南方向出远门。比如说，你今年想去你所在的方向东南方向，想去远途旅游，尽量的不要去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呢是太岁方向，容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这个麻烦。这一点大家要记好。再一个呢，投资方面呢，等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那健康这个比较好的月份呢是5月、9月和12月，这几个月份，它这个健康呢会比较稳定，特别是在吉星的这个庇护下，能够通过锻炼和健康的饮食，保持良好的这种身体状况，避免疾病的发生。那不好的月份是4月、6月和7月，那这几个月属猴的人容易因工作的压力或者生活的节奏紧张而感到身体的疲劳，特别是在长时间的加班或者生活不规律的情况下，健康状况会出现下滑。所以呢，这不好的这几个月份呢，要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避免过度的劳累和情绪的波动。那么我们总结一下，这个2025年乙巳蛇年，这个属猴的人，因为他是犯太岁，所以说呢，整体的运势呢波动是比较大的。那尽管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它会带来一些的机遇，但是这个犯太岁它带来的挑战也是很大的，我们不容忽视这个问题。吉星、天德星、福德星和这个禄勋星为这个属猴的人事业和财运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帮助属猴的人克服部分的困难。但是这个凶星劫煞星、天恶星还有指背煞，它的干扰还是一定要谨慎的应对。尤其是在处理财务、工作和健康的问题时，务必理性，通过冷静的规划和稳健的策略，能够在这个25年化解这个犯太岁的影响，迎来更好的这种运势这个也祝这个属猴的人在未来的25年能够一帆风顺。